说到虾，大家都知道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，吃虾对身体也是很好的。我们在煮冻虾的时候，最好不要直接下锅，可以多加这一步，做出来的虾肉不会腥，不会很柴，鲜嫩又多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首先，第一步要把冷冻虾给解冻，在虾身上面均匀地撒上一些食盐，利用食用盐来给海虾解冻。撒好静置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住在北方的朋友因为会比较了解一些，道路上面结冰需要化冰，或者是需要化雪时，很多时候就会利用盐巴来融化冰霜。所以我们用食用盐来给海虾解冻是最合适不过了。平时我们在冷冻海虾的时候，难免会滋生一些细菌，食用盐也有一定的消毒杀菌作用，这样既可以解冻又可以杀菌，方法非常的实用。5分钟过后来看一下，现在的虾已经完全解冻好了。看上去新鲜度和柔软度都非常的不错，就跟鲜活的虾一样。如果平时我们用冷水解冻，或者用热水解冻，都会影响海虾的口感。用这个方法来给海虾解冻，不但节省时间，而且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虾肉的鲜嫩口感。不管是鲜虾还是冰冻的虾，烹饪之前一定要去虾线，不然腥味很重。用牙签刺入虾的第2节处的缝隙中，轻轻地向外挑，那根黑色的东西就是虾线了，将它拉出来就可以了。再把虾的虾须和虾腔剪去，预防伤到孩子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大家了。海虾解冻好了，不要直接就下锅煮，冷冻过的海虾会比鲜活的虾腥味会更加重，肉质也会有点紧实，所以要多加这一步，使冷冻虾达到最理想的状态。我们把虾放到容器里面，然后在里面倒入生姜碎。我们把生姜切成碎，这样生姜里面的味道就散发得更加浓郁。接着倒入一些料酒，搅拌一下，料酒可以去除虾上面的一些腥味。搅拌好静置5分钟左右，这样腌制过后的虾肉会更加鲜嫩入味。海虾腌制好，我们用清水把它们冲洗一下，去除上面的生姜碎以及虾身上面多余的料酒气味。这样海虾就处理好了。锅里来上小半锅的水，放入大虾，加入料酒、姜片，一个葱节去腥的，先开盖煮个2分钟，让食材的味道散开。这个时候的水微温，有一点烫手，开盖煮3到5分钟。煮的时间太长，会导致虾的肉质回缩，吃起来很柴，营养也会流失。看见大虾完全变色、弯曲，就可以关火了。这样做又嫩又香，直接给它装入盘中。想要更加的好看一点，那么就将它摆一个盘了，看着会更有食欲感。吃白灼虾怎么能离开灵魂的料汁呢？准备大蒜拍扁，姜切成末，小米辣切圈，香葱切圈，处理好放入碗中。起锅倒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油烧热以后倒入碗中，激发出食材的香味。再调入适量的1勺生抽，
1勺蚝油、1勺盐、1勺糖、1勺鸡精、1勺香油。搅拌均匀，把料汁碗放到装有大虾盘子的中间位置。就可以端上餐桌了。这道菜色香味俱全，如果家里来客人，做上这一道白灼虾，是不是特别有面子？价格又不贵。20元的虾，如果在饭店里这一盘还不得70、80块钱。虾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钙，又易消化，非常适合老人孩子吃。大虾不能直接放到水里煮，这里我们需要多做一步。水开之后，煮虾之前，我们需要把葱姜、料酒倒入锅中继续煮1分钟，把它们的香味煮出来。下面就可以再把虾放进去煮了。多做这一步，不仅可以让大虾的香味更浓郁，并且还可以去除腥味。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餐桌上的美食也越来越多，相信不少人对于大虾都格外喜欢吧。吃起来口感不错，营养也很丰富。在众多海鲜中，大虾的价格也很合适，再加上现在的猪肉价格高得离谱，还不如买一些大虾来吃。一般来说，我们能接触到的大虾分为活虾和冻虾，不管是哪种虾，很大部分人觉得煮虾好吃与否和虾的新鲜程度有关，其实不然，这种说法是很片面的，因为活虾和冻虾它们的营养价值都很高，只有经过正确的炖煮方法，才能做出美味来。煮虾其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千万别直接下锅，而且不管是活虾还是冻虾，在下锅前都要牢记以上几点，这样才能让虾肉变得鲜嫩无腥味。感兴趣的朋友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煮冻虾技巧分享完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